车臣领导人卡特罗夫公开辞职，对俄军的士气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普京可能会面临一个大难题。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建绍。对于正在乌克兰战场鏖战的俄军来说，不但要面对乌军目前展开的大规模反攻，还要面对后勤保障不足、兵力不足、缺少精确制导弹药等等实际困难。在此关键时刻，俄乌冲突的网红车臣领导人卡特罗夫提出辞职的消息公布后，对俄军的士气会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普京也不得不面对这个大难题。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承认，俄总统普京已知悉有关俄车臣共和国领导人卡特罗夫可能辞职的报道。此前，卡特罗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段视频，自称是俄罗斯各个地区现任领导人中任职时间最久的人，因此被赶走的时机已经到了。卡特罗夫强调自己需要一个无限期的休假。自2007年开始，卡特罗夫一直担任俄罗斯车臣共和国的领导人，现年只有45岁，而他在车臣的选举中得票率高达 99.97%， 是普京最信任的领导人之一。卡特罗夫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以雷人的言论而闻名于世，他曾宣称要第一个打进基辅，还要波兰6秒钟内付出代价。在马里乌波尔的战斗中，由卡特罗夫率领的车臣部队更是出尽了风头。从舆论战的角度来看，卡特罗夫的发言对乌军的士气打击是比较大的，他也因此吸粉无数。因此，在他任期未满的时候就提出辞职，是一个非常不正常的信号。有专家认为，在俄军经过半年多时间的鏖战后，车臣武装似乎也没有找到自己的定位。现在的俄乌战场对于想出风头的卡特罗夫来说已经不再合适了，因为俄军在整个8月份只占领了乌克兰 0.08% 的领土。可以想象，目前的俄乌战场正处于焦灼状态，而卡特罗夫所率领的车臣武装，他们的长项是攻城掠地。面对俄军进攻态势停滞的状态，车臣武装很难找到自己的定位。而现在呢，俄军似乎对海马斯远程火箭炮和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等乌军所使用的新武器办法不多，在战术层面而言非常被动。进入8月末，乌军开始在赫尔松和哈尔科夫等地区展开反攻，甚至呢，在顿巴斯地区也收复了一个关键的定居点。面对表面上越来越自信的乌克兰军队，卡特罗夫非但没有帮助俄罗斯军队打舆论战、提振士气，而是在俄军的背后来了一刀，可以说非常不地道。目前对卡特罗夫公开辞职的意向和动机存在着几种解释：一是卡特罗夫因为车臣武装在乌克兰战场的严重损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不得不申请将车臣军队撤回国内；二是车臣武装发现自己在战场上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也就是无法大出风头，因此想撂挑子；二是卡特罗夫在玩俄战，想要俄罗斯联邦给车臣共和国和他自己更多的好处。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卡特罗夫没有经过与俄罗斯联邦的事先协商，私自炒作想辞职的消息，再由媒体去给俄罗斯政府施压，会给普京带来较大的压力。对于俄罗斯来说，解决的方案无非是3个：一是给车臣武装更大的好处，而坏处呢是有了第一次，恐怕就会有第二次，非常被动；二是让车臣武装从乌克兰撤出，但是这对目前征兵非常困难的俄军而言，留下的战斗力缺口也是一个大麻烦；三是更换车臣领导人，这对俄罗斯国内的稳定也没有什么好处。总体来看，卡特罗夫发布辞职意向，从一个侧面证明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作战所面临的困境。而且呢，车臣武装都是合同兵，而且是战斗力非常彪悍的一支部队。一旦他们选择了离开俄乌战场，
这对俄军其他作战部队的合同兵会形成示范效应。面对这种局面，俄罗斯军队似乎只有放手一搏，打出漂亮的一场战斗，才能挽回卡德罗夫辞职对俄罗斯士气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看。